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两个人的关系发展，你们两个人在当前关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问题，或者说有怎样的阻碍啊？塔罗给到你们的建议是什么？那在我们这组牌里边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三啊，我觉得这张牌的话呢，这个人他是你们仰慕的一个人，或者说你们在某个方面、某个领域有一点崇拜他。权杖啊，对方的话呢，其实是怎么说呢？有很强的上进心，很专注，以学业或者说事业为主啊，非常的有想法。一般来说，火象特质的人呢，他们是一个主导者，在任何事情上他们都是一个主导者，也包括感情。但是呢，权杖三这张牌，他们其实不太容易敞开自己吧？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端着自己的架子啊，自尊心很强，很要面子，就是在一些事情上面会很容易逞强，很傲娇的一种感觉啊。我觉得，你们能够吸引到他的点啊，应该是在于你们的身上有一种看起来有一点脆弱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很强的亲和力，会让他产生一种保护欲啊。这种亲和力呢，要么就是你们长得很像他的前任啊，或者说气质啊、说话啊，这种长相上有一点相似，要么就是你们能够给到他家人般的这种感觉，就你们的身上缠绕着一种令他觉得很温暖的，能够让他放松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感和气场。但是你们要注意啊，这个人的话呢，他在感情里边是属于那种吃软不吃硬的类型啊，就是说，嗯，你们如果说要推进这段感情的话，一定要展现出你们温柔的那一面特质。而且高塔牌对应的是对方他是一个有一点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高塔某种层面上暗示在这段关系里边，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会有一点不稳定吧，因为是高塔嘛，他很容易，就是说这段关系它会有一个这种断崖式的发展，就是可能在某个阶段两个人处着处着就突然断联了，而且呢可能会就是说在推进关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容易陷入到一种争吵当中啊，很不稳定啊，可能下一秒就会吵架或者说断联。这种关系呢，它是很微妙的，就像在走钢丝一样。宝剑二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在接下来会来到一个分岔路口吧，前进或者说后退，它是一个二选一啊，不进则退。而且呢，这张牌也暗示着你们接下来你们两个人会有一种互动吧，或者说对话，会有一些试探性的成分在里边。比如说你们或者说他抛出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它是有一些试探的，试探的成分。如果说你们要去推进这段关系的话，我觉得你们反而是要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稍微隐藏起来，就不要太暴露出自己的这种需求感吧。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好让对方感觉到他是在掌控这段关系的。你们其实看起来被动，但是，让他感觉他在掌控这段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占据着某种优势。他在一段关系里面是比较有掌控欲的。那如果说你们，如果你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们就让他去掌控这段关系，然后顺着他走。可能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管着你们吧。如果你们真的和他在一起的话，这个圣杯三啊，你们的这种关系它是会有一个场外因素干扰的。你们和这个人的关系，要么就是他会和他身边的人提到过你们，或者说这个人的话，你们是他的选择之一，就是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下，可能说还有其他的桃花在接触他。
所以说这段关系还是存在一种可能性的，就是被别人捷足先登的可能性。宝剑六这张牌，对方他属于那种，因为有宝剑的这种特质吧，他的思维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类型啊。有的时候你们跟他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跟不上他的节奏吧，他的思维想象力非常的丰盛，而且宝剑的话，他们应该是很喜欢自由的，所以说在这段关系里边啊，他们可能是不太愿意被困在一段关系里边的，是有一种放荡不羁爱自由的那种感觉。逆位的圣杯二啊，我觉得这段关系它是有点极端的吧，就是不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要么就是两个人陌路人啊，要么就成情侣，它没有一个中间地带作为过渡和缓冲啊，就是两种结局啊。逆位的圣杯二其实就是比较极端的。宝剑六的话，我觉得这张牌也暗示着对方他的下一步啊，可能是会去远行，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里边。而且呢，宝剑二，他可能会怎么说呢？宝剑二也是一种选择吧，他可能会放弃自由，进入到一段关系里边，或者说选择放弃一段关系，去拥抱自由。它是一个二选一啊。可能这个不仅仅是他在纠结的，也是你们在纠结的，就是要不要进入到一段关系里边。因为你们很清楚啊，一段关系它意味着是你们要一定程度上的放弃掉自己所拥有的这种自己所掌控的自由吧，会放弃到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段关系它的这种拖泥带水的阻塞和卡顿啊，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有点犹豫和纠结吧。宝剑二它就是一种矛盾的展现吧，矛盾的心态的展现。你们也是在渴望亲密关系和恐惧亲密关系这两种想法之间来回的摇摆和纠结啊。所以说这段关系它是注定会有一点波折的。权杖侍卫啊，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可能是一个新手吧。要么就是你们是新手，要么就是对方是新手啊。因为权杖侍卫他就是一个经验不太足的一个这种学习者，可能你们在感情里边就是属于那种旁观者清的类型吧，讨论别人的感情，给别人建议的时候头头是道，很有经验。但一旦你们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感情白痴，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会把那些不该犯的错误都犯一遍。但是权杖侍卫的话呢，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的。这也是你们给对方的一种印象吧，他们会觉得你们很单纯，恋爱经历不多，很可爱，反而是加分项。我觉得权杖侍卫的话呢，你们可以这样，就是稍微主动一点去抛出一个提议，但是后面的事情交给他表现，或者说请他帮你们一个小忙，这个时候你们的这种关系就会在这种互动当中升温。这个关系如果说要去推进的话，但是不要去盲目的表白之类的啊，这个的话可能会让你们的关系卡在一个很尴尬的阶段啊。不要去表白，就是暴露需求感，不要暴露需求感，但是你们可以去抛出一个提议，或者说让对方帮你们个忙啊，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且呢，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边，你们可能要一定程度上的去满足一下对方的虚荣心啊，因为他们很骄傲，他们很喜欢那种被赞美的感觉，尤其是在他们擅长的领域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聊天上面的话，你们可以去适当的在他所擅长的领域抛出那么几个问题，然后让他来去展现自己啊。我觉得这个是对你们的关系会有一个改善的和推动作用。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那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的话，就是说和某个人的关系可能会怎么说呢？你们可能会对这种关系感到有点头疼吧。
权杖五其实它是有点混乱在里边的，就是这种关系会有点混乱，会让你们感觉到迷茫无所适从，或者说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可能不知道自己应该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权杖五的话呢，就是这段感情它会有一些纠缠的能量在里边啊，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啊，两个人可能说会有一种相爱相杀的这样的一种信号在里边啊。宝剑九啊，宝剑的话呢，你们是有大量的沟通的啊，或者说这个宝剑九会有很多思维层面啊、想法层面的冲突在里边，可能也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成长的环境啊、思维想法都不一样。然后这个宝剑九，它也是，就是可能会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发一大段话，发很多的消息，但是另一个人就简单的回复几句话，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信号吧，关系不对等的信号，沟通不对等。而且你们在这种关系里边其实是很敏感的，非常需要安全感。所以说这个宝剑九啊，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就是很容易胡思乱想啊，而且呢越想越焦虑，越想越偏激。Justice 啊，正义啊，另一个人的话，对方可能就是比较理性的。我觉得正义的话呢，他在这段关系里边啊，可能会有一点权衡利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差异吧，就是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你们是跟着感觉走的，但是对方他是跟着自己的理性走的。正义牌的话，他们可能会在关系里边给你们提要求，会有一种隐形的打压。这个就是你们要注意啊，在你们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们感觉到对方在打压你们，那么你们就应该立刻的暂停这段关系。而且呢，宝剑侍卫这张牌啊，我觉得在关系里边，你们的诉求是很简单的，你们可能就是想要一些安全感，或者说想要一个对方给你们的承诺。这个，但是呢，这个宝剑侍卫的话，这个承诺它是很难落地的，漂浮在半空中啊。Temperance 这张牌啊，就暗示着，如果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出现了任何的不适，你们会感觉到就是有一点难受啊，出现了阻塞和卡顿，那索性就换一种方式。如果是现在没有办法沟通，那索性就把这段关系放置一段时间。节制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告诉你们，不要把太多的关注时间都放在一段关系里边，你们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觉得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会有一点痛苦吧，纠结，就是你们本来是很优秀的，但是会被一段关系搞得有一点自闭，开始有一点怀疑自己啊。但是我觉得你们要注意啊，你们是这个 Queen of Wands 权杖女皇啊，你们本来是很耀眼的，你们本来是很优秀的，不要因为一段关系进展出现了阻塞就患得患失。我觉得对方的话呢，因为这个正义牌啊，他在一段关系里边可能是想要改变你们的吧，可能你们也想要改变他，但是这种核心诉求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这就会让你们感觉在这段关系里边很难受啊。对方想要改变你们，你们也想要改变对方。但是如果说要继续走下去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必须要意识到啊，谁都不可能改变谁啊。改变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它需要在这种关系里边啊，是一种彼此的尊重和包容。尤其是对方要尊重你们的想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们感受到了他身上就是有一种不耐烦啊，或者说没有回应的话，就要立刻止损啊。因为有这样的一种隐形的打压，你们就要有意识的去梳理这段关系啊。我觉得这段关系可能你们对彼此都是缺乏了解的吧，他并不了解你们，可能还会有一种很强势的能量想要去改变你们，没有设身处地的站在你们的角度去替你们想一下，你们所面临到的困境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很强的阻碍和隔阂。
我觉得这组牌可能说解到这里的话，最重要的就不是说两个人的关系要怎么发展了，而是最重要的是你们首先要把自己的能量保护起来啊！如果你们感觉自己受了伤害，一定要停下来。就这组牌，我觉得给到的最多的一个建议就是要停下来，要停一下。嗯，可能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开始对自己有一点怀疑啊，或者说为这个人、为这段关系做出了很多的妥协、牺牲啊，甚至可能会有一点讨好对方吧。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重新找回自己的这种光芒吧，自己的这种自信啊，尤其是找回自己的这种自我。这个我觉得可能你们在这段关系里边和你们平时的自己是有很大的反差的。你们为了这个人打破了很多自己的标准，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先把这段关系放一放吧，甚至有必要的话要屏蔽掉这个人，就是下一步是疗愈你们自己，因为先把你们从这段关系里边抽离出来，重新找到自信以后，你们的魅力才能够回来。我觉得在经过这段关系以后啊，你们会对自己有一个自我重建吧。因为这组牌我是感受到了一点迷失的能量的。The Empress 女皇啊，你们是塔罗牌当中的女皇，你们是本来就是很耀眼的存在，所以说当你们找回那个自我的时候，你们的魅力就会重新回来啊。你们在经历过这段关系以后，会得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成长、历练和改变啊。所以说这段关系本来是解读的是两个人啊，但是解到这里的话，我感觉他可能这组牌的主题就是找回自我吧，重新找回原来的那个自我啊，那个充满自信的、阳光的、热情的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第三组牌的话，首先这个权杖十啊，权杖十这张牌，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边啊，至少有一个人是负重前行的，承受了一些本来不应该自己承担的东西吧。权杖十，我的观点就是会存在内耗啊，在这段关系里边，有一个人会很累啊，承担了很多，默默付出的状态啊。宝剑一这张牌啊，建议你们快刀斩乱麻，就是这段关系不要拖，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如果拖的时间太久，会给你们造成极大的消耗啊，会耽误很多的事情。宝剑骑士也是速战速决啊，不要拖泥带水啊，要狠下心做决定，前进还是后退，你们要自己拿主意。最怕的就是原地打转，会让你们的内耗变得越来越严重啊。这个 The Devil 恶魔啊，我觉得这个关系的话呢，它可能会遭遇到一种现实层面的阻力吧。比如说你们两个人的原生家庭啊、成长的背景啊、经济条件啊，在这方面会有一些阻力存在。因为这个 devil 恶魔啊，它其实象征的是物质层面的一些东西。也许你们两个人在这个现实当中是存在着一些差距的，而且这种差距它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它是一种客观条件上造成的差距。然后隐士牌，我觉得这段关系你们的行动力是不足的，就是总是在一个人胡思乱想啊。当然，隐士牌也可能是对方啊，就是如果他是隐士的话，那说明他的性格有点闷，会很被动，就是需要你们不断的推着这个人往前走啊。也可能是他对这段关系的投入和关注不够，所以看上去总是被动的。所以这个权杖十，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就会比较辛苦和被动啊。我们抽到的这个太阳和隐士啊，这两种能量有很大的反差。太阳就是很热情的、奔放的、外溢的，而隐士呢就是收缩的、含蓄的、保守的。可能说这也预示着你们的这种关系啊，它也是
存在着极大的反差的，要么就是一个人是冰，另一个人是火，要么就是这种关系一开始分分钟都妙不可言，但是被时间慢慢的冲淡，激情消退，然后逐渐的变得越来越鸡肋。我觉得本质的话可能还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没有触及到彼此的这种内心深处，这种沟通它也是浅尝辄止的吧，没有深入的了解彼此。圣杯国王啊，我觉得对方他在感情里边，因为他是圣杯属相啊，这个很强的水象能量啊，就是要么是他们就比较慢热，或者说他们在这段感情里边的投入是不够的。但是圣杯国王啊，这个人的情商应该是很高的，其实他的情绪是很细腻的，所以说从这张牌应该他是能够猜到你们对他有好感吧，但是这个关系卡在这个阶段上不去，是因为他在这段感情里边在犹豫啊。但是呢，圣杯国王啊，他的感情经历比你们想象的要更丰富啊。这段关系被卡住，我觉得他是想要在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拉扯里边获得更多的主导权。但是你们其实在这段关系里边一直都是在坚守自己的底线的。你们有一个很明确的边界就是无论这段关系怎么拉扯，你们也不会让渡出自己的底线。虽然即使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付出了很多，但是你们的这个底线依然是在那里的。所以这段关系呢，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它是需要慢慢磨的。但是这组牌给到你们的建议又是快刀斩乱麻。这个人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说需要长时间的熟悉之后，然后这种关系才能够水到渠成吧。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不如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建设自己身上，先让自己发光。就是这段关系不用太主动，你们不需要主动，你们只需要去打造、建设你们自身的价值，投资在自己身上，就不要去追逐谁，让对方来主动的追逐你们。因为一段真正美好的感情和关系，它一定是温和且可持续的，一定是双向奔赴的。而且呢，只有当你们看到对方在向你们奔赴而来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向对方奔赴而去。你们只要做到不辜负，问心无愧即可。这就是这组牌给到你们的一个建议吧。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